大家好，这里是 Daisy 黄兰。上期我们谈到，如果利率升到20%，房价将会怎样？我们说，房产市场的冷静期是最适合淘宝的。本期 Daisy 黄兰想分享一些基于最新6月份大多伦多地区市场快照，希望能在我们探讨通胀、升息、房租对房价影响的同时，为您带来更多的现实感，把握市场，把握机遇。以下5幅黄兰地产榜多伦多市场快照，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数据是基于6月份1个月的快照，排名会出现偏离年平均排名的异动。更多的市场动态，欢迎关注 Daisy 黄兰。首先来看大多伦多地区独立屋2022年6月均价快照。长期以来，大多伦多地区独立屋均价三甲一直由 King、Oakville、Richmond Hill 这几个市镇占据。6月份 Richmond Hill 的三甲位置被多伦多中区替换。下面这幅3D 图是大多伦多地区部分城市独立屋2022年6月平均月租金的概览。Condo 方面， Daisy 黄兰为你带来多伦多 Condo 公寓2022年6月均价快照。多伦多市的 Condo 公寓均价三甲一般在中城区的老牌豪宅区 C02、C09、C12、C04 中间产生，这里包括了森林山、跑马径、玫瑰谷，而且著名的私校林立。关于中城区的私校， Daisy 黄兰另有文章叙述。6月份多伦多公寓均价三甲分别是 C02、C02、C04 区。上期我们说到，近几个月加息以来，大多伦多地区房租已经大幅连续上涨数月，多伦多 Condo 公寓的租金涨势更猛。Daisy 黄兰下面的多伦多 Condo 公寓2022年6月平均月租金快照显示， C04、C09、C02 区拔得了租金的三甲，和均价三甲基本匹配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关键比例，房价比租金。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，6月份该比例最高的是中城区的北森林山的 C04 区，而房价比租金最低的区是多伦多西区 Etobicoke 中部的 W09 区。最后 Daisy 黄兰还是想用上期的总结作为结尾。多伦多房地产长期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一个健康而平稳的市场，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，聪明的参与者需要具备良好的现实感、战略认知和专业决策和执行能力。高通胀环境下，无论从新房建设成本还是纯保值的角度，房价大跌基本没有空间。利率提升的确导致购买力下降，但同时房产也是有效抵制货币贬值的资产。房产的冷静期是以最优价格列到好房的最佳时机，但需要洞察力、专业和果断。虽然利率上升，但当前借钱的利率还是低于8%的通胀率。在历史上的高利率年代，房价并未大跌，而是依然平缓上升。正念思维是人类得以从原始社会生存和发展至今根本动力。从历史长河来看，所有的悲观最终被长期的阳线所吞。谢谢您的时间，我们下期见。